石浩带着火灵儿去魔州见他爷爷，他们一路横渡数百州，最终来到了魔州。石浩第一次带人来这儿，也是第一次把火灵儿介绍给自己的爷爷大魔神。爷爷，这是我媳妇火灵儿。石浩大大咧咧地说，脸都没红一下。火灵儿骚得不行，这还是第一次见面呢。不过大魔神却笑得开怀，好，好，只要浩儿喜欢，我肯定支持。大魔神心情很好，拉着石浩准备了一桌天神食材，美酒飘香。喝到半醉的时候，他突然说：“今天我给你们主持婚礼吧。”火灵儿顿时脸红到脖子根，石浩却赶紧传音给爷爷说：“爷爷，我马上要去禁区深处，生死难料，现在谈婚事不合适。”大魔神一听，脸色也沉了下来，知道这是石浩的路，只能默默支持。石浩在魔州陪了爷爷2天，就准备出发了。火灵儿心里满是不舍，石浩安慰他：“如果我还活着，一定会回来找你。”火灵儿含着泪说：“我只要你平安就好。”石浩要送火灵儿去醉州，让他等火皇回来，可火灵儿却坚持要送他去无人区。石浩不放心，火灵儿却倔强地说：“我就在这里等你，火皇早晚会回来的。”石浩无奈，只能叮嘱小狼好好保护火灵儿。最后，火灵儿突然说：“送我去火桑林吧，我想在那里等你。”石浩心里一震，火桑林是他们曾经的回忆。火灵儿轻声说道：“火桑花开，一年又一年，我会在这里等你回来。”石浩心里酸酸的，他知道这一别可能很久很久，甚至再也见不到了。石浩站在火桑林里，心里交织着酸楚与不舍，但还是语气坚定地对火灵儿说：“一定还会再相见的。”火灵儿抬起头，看着满天飞舞的花瓣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可他还是笑了，轻轻地说：“你该走了。”他知道有些路是一定要一个人走的，有些事只能留在回忆里。石浩心里也很难受，他想不通，自己这一辈子难道就只能在修行的路上一直走下去吗？他心里有点迷茫，不知道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。火灵儿的声音在风中传来：“你去吧，我会在这里默默为你祝福，希望你这一生平安，得见长生。这个世界终将大乱，山河倾塌，流血飘乳，你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要坚定地走下去，哪怕有一天这个世界都不复存在了，我们又怎么谈得起你我们？无论你去到哪里，哪怕冲霄直上9重天，去过边荒，挡下大劫，浴血奋战，我都会在这片火桑林等你，为你祈祷，希望你平安归来。”他擦去眼泪，努力露出笑容，向石浩挥手告别。石浩真的很难迈开脚步，这一路远行，攀登5道巅峰，然后去征战，这一别不知多少年。他知道这一走一定会错过很多。他突然说：“我带着你一起走吧。”火灵儿却坚决地摇头：“不，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，哪怕被你庇护在身边，一时无恙，但到了关键时刻，一定会让你分心。”他知道石浩此去前路危机重重，自身都难保，如果还要分心照顾他，只会更加危险。石浩陪着火灵儿在火桑林中漫步，一路默默无言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终于还是要分别了。他不能再停留，保重，我会回来的。石浩说完，一步一回头的登天而去，身影在夕阳和晚霞的映照下渐渐模糊。火灵儿终于忍不住站在火桑林中大哭出声，泪水模糊了双眼，口中轻轻呼唤着石浩的名字，用力向远方挥手。石浩心里一阵颤抖，火灵儿看不到他了，但他早已修出天眼通，还能在天际看到夕阳下那个孤单的身影。他很想停下，但那条路他必须要走。你就这样走了吗？天空中，火皇缓缓走来，盯着石浩，大袖飘动，威严十足。石浩一眼认出了他，开口道：“前辈。”火皇双目深邃，不再穿人皇战袍，如今返璞归真，更显平和，身上有一股大道气韵。但他此时情绪波动，难以静心，看着石浩，又看向远方的火桑林，忍不住叹息：“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希望？”他盯着石浩，双目如同火炬，炽盛无比，发出金色神光。石浩愣住了，不明白火皇的意思。“我会回来的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一定回来。”石浩做出承诺。火皇问道：“那为什么现在不能在一起？哪怕只有短暂的数日，甚至几个时辰？”石浩看向远方，说：“我怕自己发生意外，不知何年归转，最怕沧海桑田误了他。”火皇怒视石浩：“什么叫误了他？你觉得这样离去，灵儿就能放下一切，开启一段新的生活吗？”石浩心里愧疚，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火皇斥责道：“那还不是一样？你虽离去，但灵儿依旧不能忘记，此生都将沉浸在这种离愁中。与其如此，为什么不在一起？哪怕一天，给他希望，让他明白，让他深记。”石浩张口结舌，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口。他想说自己如果战死边荒，陨落域外，到时候岂不是徒留伤感，让火灵儿悲伤？但他又想到，这样离去不再回头，结果还是一样，这里注定会有一个女子在火桑林中默默守候。好，我回去。石浩终于下定决心，他化成一道惊鸿，从天际回转，冲向那片火桑林，降落而下。林中，火灵儿孤单的身影还在哭泣，扶着一株火桑树，
柔弱的身躯难以站立。10号眼睛发酸，快速冲了过去。火灵儿哭得双眼模糊，泪水止不住地滑落。他心里又孤独又绝望，感觉整个世界都空荡荡的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有人在呼唤他，眼前好像出现了10号的身影。他心里想，这肯定是幻觉，10号都走了，怎么可能回来呢？他默默地在心里祈祷，希望10号在远方一切安好。突然，10号的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，还用力摇晃着他，说：“我还没走呢。”火灵儿愣住了，声音颤抖着问：“你还没走？”他赶紧擦掉眼泪，眼前一下子亮了起来，看到10号真的就在眼前，他忍不住笑了。此刻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。10号心里满是愧疚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火灵儿。而火皇站在不远处，静静地看着他们，没有打扰。火灵儿这才发现火皇也来了，他又惊又喜，脸上露出一丝羞涩和依恋。火皇看着女儿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既然你们有缘分，那就在一起吧，不要留下遗憾。今天我为你们主持婚礼。”火灵儿的脸一下子红了，又高兴又感动。火皇盘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简单的让他们拜了天地，又互相拜了拜，婚礼就算完成了。虽然很简单，但10号和火灵儿都很开心。火皇对10号说：“你这一走，可能会遇到很多女人，甚至有仙女。我不强求你什么，但你一定要记得，这里有个女人在等你。”10号郑重的点头，说：“我不会忘记的。”火皇随后又道：“哪怕你回不来，哪怕你们再也见不到，你也要记得她。”10号心里一震，说：“我会回来的，哪怕要改变一切，我也会找到她。”他的话让火皇很感动，也让火灵儿忍不住又哭了出来。10号陪着火灵儿坐了一整夜，两个人背靠着背，仰望星空，聊了很多很多，直到天亮，朝霞洒在他们身上，火灵儿才平静下来，对10号说道：“走吧，我等你。”10号点点头，拜别火皇，又和火灵儿告别，然后冲向天空，消失在远方。10号化成一只巨大的鲲鹏，金色的翅膀一展，冲向天际。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，被震撼得说不出话来。3000州太大了，10号再厉害也走不完。他变成鲲鹏，带着不舍的心情横渡天地，飞了好一会儿，他感觉有人盯上他，就直接消失在虚空中。他要去无人区的禁地。路上，10号听说域外来客放宽了条件，只要找到古城就能加入天神书院。上界一下子热闹起来，很多天才都想试试，但一些大人物提醒大家，禁区太危险，进去的人九死一生。很多人听了这话，热情一下子凉了半截。不过还是有人不信邪，觉得自己有潜力，说不定能崛起。域外来客也说，就算没修出仙气，也有机会变强。这下更多人动心了，纷纷出发。10号来到无人区外，看到3大至尊和一群人都在等他。3大至尊给了他一个神奇的蒲团，让他休息。10号一坐上去，就感觉心里平静了好多，差点悟到了。蓝瞳女子告诉他，这是仙家洞府里的东西。10号听了也很惊讶。等了几天，闵川、谪仙、10冠王都来了，还有很多人，加起来有10万。这些人里有熟人，也有仇人，阵容很强大。3大至尊提醒大家，这条路很危险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但没人退缩，大家都想试试。3大至尊施展神通，把所有人都送进了禁区。10号进去后，发现这里静得可怕，连鸟叫虫鸣都没有。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突然听到一声惨叫，发现10几具尸体挂在树上，只剩下干瘪的人皮。这太诡异了，10号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干的。就在这时，一根枯草飞过来，直接把一座大山砸成了粉末。10号拔出大罗仙剑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他听到一种奇怪的语言，意思是越过边荒，见到这么多食物，真是运气。10号心里一惊，意识到大事不好，边荒的生灵闯进来了。突然，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是3000州的修士赶来了。10号赶紧提醒：“小心！”话音刚落，一个刚越过边荒的怪物就出手了，速度快得惊人。新来的修士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惨叫一声，直接毙命。10号心里一惊，这怪物太厉害了，他知道自己绕不过去，早晚得有一战。10号冲过去，发现又一个修士被怪物杀死了，尸体挂在古藤上，只剩下一张皮。怪物似乎没打算立刻对10号出手，而是安静了下来。但10号能感觉到怪物正在暗中窥视他，那种危险的感觉让他全身紧绷，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不过10号心里也稍微松了口气，因为怪物如果足够强大，早就直接攻击了，而不是在这里观察。10号皱着眉，努力寻找怪物的踪迹。这家伙居然能藏在虚空中，连天眼都很难发现。但10号的天眼通可不是吃素的，他终于看到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。可就在下一刻，他的眼睛一阵刺痛，怪物发出一道赤霞，直接攻击了他的双眼。赤光一闪，怪物消失了。10号本能的挥剑反击，但只听到枪的一声，火星四溅，怪物发出的光团挡住了他的剑，还有一股灼热的气流涌向他。10号吓了一跳，他全力一击居然被挡住了，这怪物到底是什么来头？
10号脚下出现一片符文，他快速横移，躲开了怪物的攻击。前方的古墓瞬间化为灰烬，一座巨山也被融化成岩浆。10号大喝一声，浑身出现金色斑纹，10万根鲲鹏羽飞出，将那片虚空淹没。怪物终于现身，原来是一颗直径1米多的大眼球，黑乎乎的，还带着血迹。这眼球平时闭合时很难发现，稍微睁开时就能发出赤光，毁掉一切阻挡它的物质。10号抬手就是一道闪电，金色红芒滔滔，直奔怪物而去。怪物居然用诡异的古语说雷帝的秘法。10号虽然听不懂，但通过神念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怪物接着说：“小鬼，我知道的事多着呢。”10号心里一紧，怪物居然知道雷帝的秘法，这可不是好兆头。怪物发光，血色雾气蒸腾，居然挡住了雷电。周围的虚空开始扭曲，出现一道道裂缝，向外淌血。10号吓了一跳，这血液居然能腐蚀万物，将他困在其中。他尝试用手指碰了碰，立刻感到灼痛。怪物大喝一声：“血池再现，灭！”虚空扭曲，出现一口血池，里面全是污血，带着奇异的力量，要将10号吞噬进去。10号终于明白那些修士为何只剩下一张皮了，原来都是被这血池吞噬的。10号大喝一声：“雷法！”他双手结印，虚空中各种宝光浮现，天地间的雷电如倾盆大雨般倾泻而下。在他的身前出现了一口雷池，里面蕴含着各种雷光，有太阴电弧、五行神雷、混沌电芒。这是他几次渡劫悟出的雷道大法，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。电光火石之间，雷池和血池撞在一起，爆发出耀眼的光芒。瞬间，周围的一切都被覆盖了，只剩下雷霆和血眼。等到光芒消退，10号狼狈不堪，战衣破碎，浑身是伤，周围一片狼藉。这还只是余波，真正的对决是在虚空中展开的。雷池和血池都消失了，天空中只有一只黑色的眼球，上面的血迹更多了。他冷冷地说：“可惜了，我只有一只眼睛过来，不然你这种蝼蚁成千上万也不够杀。”10号心里一惊，这眼球的本体到底有多强？连教主来了也未必是对手。更让10号震惊的是，眼球上有一个可怕的伤口，里面插着半截生锈的青铜断毛。10号意识到，如果不是这断毛毁掉了眼球大半的生机，自己根本挡不住他。若非有伤，你以为可以在我面前放肆吗？眼球冷冷地说。10号试探地问：“镇守边荒的7大王者盖世无敌，若是出手，你肯定过不来，是他们的手下伤了你，侥幸漏网。”眼球大笑：“7大王者，这是多么久远的人物了，还有人在提及？”哈哈哈！10号心里一沉，难道7大王者不复存在了吗？他感到一阵悲愤。眼球说：“所谓的边荒都快不存在了，我们即将过来，到时候天下大同。”10号反驳道：“连你这么强大的生灵都只是逃过来一枚眼球，还被人用战矛钉穿了，还妄想全部入关。”眼球嗤笑：“我这伤不是在边荒所附，而是这片禁区太诡异，有不灭的战矛刺痛了我。”10号大吃一惊，这禁区里居然有如此强大的战矛。眼球自语道：“被这战矛洞穿，我小气了一会儿，以为只有几个时辰，不曾想到已经过去1万年。”10号惊叹，这生物居然能休眠万载。他揶揄道：“嘿，你所说的边荒不复存在，看来破产了，你们那边败了，无法过来。”10号大笑，但眼球却说：“你应该悲哀，因为第2种方案实施后，一旦他们过来，这3000道州都将不复存在了，更可怕。”10号不解，眼球却不再多说，直接扑了过来。10号全力施展宝术与眼球大战，他这几年一路高歌猛进，但这次却险死还生。眼球虽然残缺，但依然强大无比。10号大吼：“我不信杀不死你！”眼球也怒吼。这时，眼球中的青铜断毛颤动，发出炽盛的光，震落铜锈，上面浮现一行古字，熠熠生辉。眼球大叫，鲜血长流，眼球裂开，鲜血飞溅，还喷出赤红和乌黑的血雾。10号各种宝术齐出，眼球最后变成了一个黑洞，想把10号吸进去。10号用柳神宝术反击，眼球大惊，发现10号居然会他的宝术，还问：“那株柳树还没死？”接着，眼球开启了一个血色通道，想把10号收走。10号挥动大罗仙剑，剑胎发光，上面的印记出现，一个人在飞仙的画面亮了起来。眼球发现插在自己体内的断毛疯狂震动，燃烧发光，他惊慌失措，大喊不！断毛内的仙道烙印炸开，眼球瞬间爆碎，化成血光和烟霞。10号愣住了，这剑胎太诡异了，他琢磨了很久才收起来。10号心想，边荒要大乱了，他必须尽快变强。他继续赶路，发现这禁区很诡异，有的地方能飞，有的地方却会把人从天上打下来。他追上了一些修士，但也看到了不少死尸，这些人死得莫名其妙，脸上还带着笑容。10号不想深究，继续前行。突然，前方出现一片血雾，地上全是尸体。10号停下脚步，发现一颗颗蓝色的大星悬在半空中，这是古代大能布下的法阵。10号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看到一个叫青仙的女子被禁锢，
他被剑气伤到，最后化成了一粒种子。青仙让石浩把他埋在附近，说这是他的劫难，也是他的机缘。石浩帮了他，把种子埋进了土里。5天后，石浩来到一片紫色的竹林，里面雾气腾腾，像仙境一样。他走进竹林，发现天地大变，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这里有麒麟幼崽，还有仙皇化成的少女，甚至有一个背着光明仙金剑的青年男子。石浩惊呆了，以为自己穿越到了仙古时代。一个仙皇化的少女走过来，笑着问他兄台从哪里来的。石浩回答道：3000道州。少女笑着说：这里是个仙府，大家都来参加盛会，你也是来交流的吧？石浩一脸懵，他到底来到了什么地方？